很多人要有这个概念，要知道为什么家族办公室很重要。我就说我们马来西亚50最有钱的商人我可以打赌50个里面49个在新加坡是有家族办公室或类似家族办公室的一个公司管理他们的资金。马来西亚的首富赚到了钱，在马来西亚赚到了钱之后，把钱移去新加坡。有了家族办公室的概念，你就会至少杜绝减少流向国外的这些资金，然后它留在国家的，只要它有一定的税务政策的优惠，它就会用来 reinvest， 这个就会帮助 domestic direct investment。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家族办公室起到的作用，不只是单单服务有钱人。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今天我们要来聊为何香港和新加坡如此的激烈的来竞争，还有争夺家族办公室这一块肥田。那么在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当中呢，家族办公室，也就是我们在英文所说的这个 family office 呢，已经成为超高净值人士的重要的财富管理工具啊。那么香港与新加坡这两个我们都知道这两个重要的亚洲金融中心呢，正在积极的在争夺这一块，他们都希望可以来吸引全球的富豪，在不管是新加坡或者是香港呢，来设立家族办公室以增加国家投资的收入。那么香港和新加坡在吸引全球富豪设立家族办公室方面呢，其实他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激励措施，那还有所谓的这个税务优惠成为亚洲主要的这个家族办公室的设立地。那么截至2023年12月31号呢，新加坡约有1400家单一家办那么获得了税收的优惠，那同比增长了27%。那么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最新的数据呢，也显示出一些的趋势这个趋势是什么呢？香港有超过2700家的单一的家办，其中的资产管理规模呢，在1亿美元以上的家办呢，是高达了885家。那么其实在这一期的自由时事当中，我们就要来深入的来探讨家族办公室的定义、服务范围以及它的优势以及风险，还有分析为何香港和新加坡能够在这一个领域当中呢，来展开激烈的竞争而我们要来思考的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是否也有这个能力来加入战局呢？那如果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力的话，未来我们是要如何来布局，来加入这样子的一个战局呢？那要聊到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欢迎祖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聊家族办公室。欢迎祖汉。谢谢你，能杰，很开心又见到你。是，先来跟我们做一些定义的分享好了其实究竟什么是家族办公室？它跟一般的银行的这个财富管理有什么不同？那我相信，其实大家可能还是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首相安华之前他也是有提到说，我们要欢迎家族办公室来马来西亚设立那为何安华他会提及这一块？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财富的，或者是对于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又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帮助？可不可以就这个部分来先跟我们分享？首先就是我们要知道，银行体系、金融体系里面现在处理的那种高档次或者我们叫做 high net worth，这些客户呢，通常他们会用一个部门叫做 private wealth 去处理，基本上就是管理他们的私人的存款基金，然后用来做投资。家族办公室就很不同的一个理念，他们就是把家族成员私人的资产所有的钱管理在一个entity 里面，这个就是最大的分别。也简单来讲，一个就是你有完全的控制权，另外一个你是交于专业人士去帮你管理，这个是最大的分别。然后先讲回为什么首相会想要发展这一块。其实任何一个成熟的金融体系经济，基本上都会有这个概念。当然你看比较原有开始去做这一个是美国、欧洲，这跟一代传一代的那种财产财富有很大的关系。反而亚洲是近几年才开始兴起这一个热潮。我说近几年就不是说2-3年，而是过去10年左右。为什么呢？因为从
亚洲国家，你看我们的这个历史的发展，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也就是南洋啦，这一个地区，他们都是在1950多年以后，财富才慢慢累积起来。相对美国、欧洲，可能都有财富累积传一代。接近200到300年之间，所以马来西亚现在其实在介于这一段期间是最大的财富转移的一个时代，所以这一块开始就发展起来。那我们会发现说，在亚洲，其实我们知道的这两个比较所谓的一个金融中心了啊，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新加坡嘛。然后这两个区域呢，其实是在这一块是竞争很激烈的。然后在过去，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在国安法它在实施了之后呢，其实就有很多的香港的资金，它其实是就流向了新加坡。那其实我相信，家族办公室它也是其中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趋势里面啊，也流向了新加坡。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像逆转的情况，就是新加坡的本来到这个新加坡的这些家族办公室又回到了香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 ？OK， 当时候刚刚你说的非常对，冷姐，就是那个国安法，那个时候很多中国的和香港的这些我们叫做富裕家庭、富裕家族，他们都想把一些资金放在其他的国家，以便算是diversification 的一个动作了。分散风险，对，所以他就把这一些财富就全部移去，还有资金移去了新加坡。新加坡是无限欢迎嘛，他这么多年来都是累积了马来西亚跟印尼的这些财富，现在说突然有中国香港的这笔财富流进，他们是非常欢迎，他们的决策跟恒心也是做得非常好。我记得那年就是从大概400-500家左右，它跳到接近900到1000家，现在大概有1400家family office 在新加坡左右，这个很惊人的一个进步。然后突然最近为什么有这一个反方向的这个趋势呢？主要是因为新加坡政府开始监督和管理这个 money laundering 啊，我们叫做洗钱啊，这个案件当时候涉及的大概18个 billion 左右。然后他们是想要重新认识或者知道这个体系之间的那些我们叫做灰色地带、灰色的这些钱，然后要确保这个新加坡在吸引这些外资的过程中呢，也是能保持它那一个干净，然后合法合规经营的这一个金融体系。所以突然很多这些我也不可以说完全说是不干净，但是灰色地带的这些商人的那些资金呢，他开始又需要找另外一个地方去做他的避风港，所以有些就回到了香港，因为在那边他们或许之前就有了相对的一个体系 set up， 就是一个 entity set up。但是这也是我想说的，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比较慢，相对慢？为什么说？因为你来到东南亚，你只有一个国家你会去，就是新加坡。为什么就不能考虑马来西亚？因为我们目前来说，到今天为止，虽然首相安华在去年7月，在 SC 的时候公布了这个政策呢，到今天一个框架都还没有出现，也还没有落实，好可惜啊，非常可惜。所以当人家来到东南亚，他们第一个地方是想要去新加坡。新加坡现在打压或者比较严，他第二个国家想到哪里？没有选择，因为除了新加坡以外，一个成熟法律体系，特别是在金融这个板块，马来西亚其实最符合条件，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法律框架。这个我觉得我们在后面我们可以来继续讨论说，我们马来西亚应该要如何准备好啊？就是下次如果还有这种逆转的，或者是就是分散风险的时候呢，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来考虑马来西亚。但是我想要请教主汉的就是说，其实为什么新加坡政府他会来去更加的严厉的去监管，因为其实这个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因为如果这么多的家族办公室来到新加坡，这么多的这个资金涌入的话，难道不香吗？为什么要有这样子多的条条框框？这个是为了新加坡的江湖地位吗？还是为了新加坡的未来的一个怎么样子的发展？所以它必须要去做更强力的监管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当然，这个我们要从 AMLA 说起了。Anti-Money Laundering Act， 我们马来西亚也遇到相对的这种贪污的事件之后呢，很多国家开始被监管Money Laundering， 所以连我们央行也做这个 Anti-Money Laundering 的这个 Act 的时候，它是可以
打个比喻，充公或者冻结你的户口，假如你涉及在这一种活动，而且来历不明的资金，其实对国家是有一定产生的风险，因为你不懂这些资金的来源是从犯罪事件啊，还是战争啊等等这种事情。所以，新加坡身为一个东南亚最亮眼的金融中心，其实是吸引全世界的资金流向。但是在一个国家在发展中的时候，它可能不能做出太多的监管或者选择。可是新加坡以今天的地位呢，它是可以开始选择了所以这个就是最不一样的地方。当你的国家还在发展中，你需要这些资金外资到你的国家来帮忙你发展或者建起你的那个金融体系。但是现在以新加坡的地位呢，它根本没有存在这一种相对的当年的挑战，反而现在他们可以选人。我会选择性希望我们叫做 high quality high value clients 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设立。反而假如你是说打个比喻假如说越南或者柬埔寨他们要吸引这些的，他们是无人欢迎，即便是资金的来路或许不明。所以从这样的角度，你可以赞扬这个新加坡政府的做法，同时你要知道，它之所以可以这样子做，是经历了这么多年，它金融体系不断的完善跟进步，所以它才到了今天这样的地位。那如果有很多资金不明、来路不明的这样子的资金，它进入到一个经济体的话，对于这个经济体来说，它的风险是什么 ？OK， 这个风险就涉及很多。打个比喻，当你的国家的或者你整个经济体系可能。我们说一个夸张一点的，就大部分的资金都是来路不明，或者跟犯法或者案件有关系的人，他会在这个国际的这个 blacklist。所以我们这个国际的资金的动向，它有分2个啦，就是 white list、grey list、black list。当你一中了 blacklist，你就基本上你的金融体系，别的国家跟你做这个汇款的时候就是冻结了，不可能有钱汇进汇出。Grey list 的话，你今天要把钱打个比喻啦，今天要转去伦敦或者转去美国，或者美国转过来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我们叫做 KYC compliance check 就会更加严，然后就甚至说马来西亚我想要寄钱给我的孩子去念书，这一种现在很顺畅的这一种 transfer 呢，会被 scrutinize， 会被很严谨的去考验，然后过后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到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流动没有以前这么顺畅，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不怕老实说，我们叫做 developing country 发展中国家，还有third world country， 其实很多都是在 grey list。这一个幸好马来西亚不是所以我们之所以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监管的这个法律制度，还有这些法律机构在无时无刻的在抓所以你看，好像我不懂你们记得没有，以前你就拿可能5万现金去银行，你就放进去，是他们不会问东西的，无人欢迎。现在你放2.5万的这个现金进你的那个 ATM 或者你的那个，他们都会 flag 这个叫做 STR 给这一个 suspicious transaction report 给央行，所以这就是为了杜绝这一种money laundering 的问题。了解，好，那其实如果我们回到说这个家族办公室啊，它对一个经济体的贡献的话，如果我们看我们的邻国或者是香港或者是任何一个国家，其实让引进家族办公室，它其实对于整体经济或者是对于 GDP 的成长，可不可以给我们大致一个轮廓？它究竟会给我们怎么样子的一个益处呢？好，我就以新加坡来说吧，因为它跟我们比较相近。新加坡他们的那个家族办公室整体的那个我们叫做 asset under management AUM size，大概是$660亿。你以这样庞大的数据，你可能或许没有办法有个概念。我给你一个算法，就在这里，你把它换成马币的话，它大概是310亿billion310亿 billion， 大概就是我们的去年2023年这个预算案的90%。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单在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手握的这些资金，相等于马来西亚去年一整年预算案的90%，这非常非常大。所以你可以说，为什么人家对家族办公室整体这个领域或者这个希望可以吸引他们的设立，就是因为当这些资金来你的国家的时候，这些资金就在它换去你的货币嘛，或者它可以做一些叫做 dual currency， 但是最起码这个是在你的境内。
然后过后他从这里他在做投资。假如他是在你本地投资，我们很简单了，就说投资你的本地的房地产市场、你的股市，还有我们的这个投资风险，就是 VC 的这个 sector，投资你的这个初创企业，它的整体的经济效益跟带动力是多么的大，推动力是多么的大。所以从这样的观念你去看，你就会了解到为什么很多国家都希望吸引这些资金。另外一个，假如我们走更深远的一点，就是我们走到去瑞士。瑞士都是大家知道是有钱人的这个天堂啊 ，private banking， 很多人把大部分的资金，假如他们是首富的话，他们都会把资金放在那边，因为瑞士有历史上证明了，即使是世界大战被所有的世界第二大战所有的国家邻国这些都在打仗的时候，它完全没有影响，因为它是 neutral state，right？ 它这样的政策就保护到所有这些人的资金，还有他们这些存款，所以变成很多人宁可放钱在，万一有一天打仗还是什么都会安全。所以新加坡其实想效仿，然后回到我们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就说马来西亚在这个板块还是算是我们连那个初级都还没到，但是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在于金融体系跟经济体系去做一个推动或者催化剂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或政策之一。感觉上我们在这一方面是小学都还没有毕业啊，我差不多是这样讲，是，对，但是还是有希望啦。小学没有毕业，但是我们可以努力让他毕业，然后进中学、进大学嘛，对，我们可以逐步的去成熟啊。那么其实除了中国的资金之外，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些主要的国家是它是有这种家族办公室，然后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潜力，是会从它的母国然后移到其他国家去的？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哪一些国家会是这些家族办公室的资金来源？对，是没错。So， 除了当然我们说先进国，除了那些很多年有那种财富传承的话，你可以看一些最近比较多也是走出去的是好像韩国。为什么韩国？我拿这个例子是，当然我们都知道韩国是在他们的那个 inheritance tax 是非常高的，非常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假如我今天把我所有的财产留给我的这一个孩子的话，好像是没有记错，大概50%左右，说是非常高。所以很多人为了避开就开始移民啊，甚至把他们的资金都转去别的国家，留在别的国家，甚至变成那个国家的公民。所以韩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假如你不要说国家，你就说其他一些比较成熟的经济，可能是台湾也是有很多然后假如你说近几年慢慢起来，然后他们算是相对有多财富，是可能我们邻国的就是泰国，印尼就这么多年来都是已经进入了这个新加坡的金融体系。确实我们在曼哈顿看到有很多的高端房产呢，就有很多的韩国人在进场。对，那我相信很多都是也是透过家族办公室这样子的模式去来投资的。绝对是的。好，那接下来可能我们可以聊一下，其实香港跟新加坡他们在税务政策上面有什么不同啊？两个地方的这个家族办公室，他们其实各有什么样子的优势？那有哪一些是我们马来西亚可以学起来的？其实两个都很相像，我们也不可以说是谁抄谁了，我们就说我们的企业所得税两个都大概16% 左右。但是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好像我们先说新加坡就是假如你只是从企业所得税去看这一个家族办公室的话，这样就不太值得，因为没有太大的一个分别。但是你要从投资，只要你做投资的话，打个比喻股市的话，它是没有第一没有 capital gain tax， 第二它也没有这个叫做 investment income tax。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它相对马来西亚，就说今天马来西亚有一个你设立一个公司，你这个公司专做一样东西罢了，投资股票。你从股票上你做了交易，你赚到钱，虽然马来西亚没有 capital gain tax， 但是你的公司会中这个叫做 investment income tax，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家族办公室的一个体系和法律框架，所以虽然马来西亚有几个比较有名的家族办公室设立，但是它完全没有受到任何这个政策的优惠，或者甚至说在税务上的优惠，反而在新加坡、香港他们都有。他们在投资这个股市啊，甚至投资相对的这一些我们叫做金融产品，然后得到的回报呢，不会是像美国也不会像欧洲有很高的这一个税务的这一个压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新加坡跟香港。但是唯一我觉得比较不一样比对新加坡跟香港的是，香港的很多都是中国
那些富豪或者商人都移过去，因为他们很接近。新加坡是比较不一样，它是可以吸引到很多打比东南亚。东南亚这些富豪家族，他们不会特地去香港去设立，除非他们在中国有业务啊，还是在香港有业务，所以它的资金的来源是相对多元。相对多元，所以这就是这2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像家族办公室，它可能也有一些不一样的优势，比如说我看到说，比如说是在这个隐秘性还有这个隐私的保护上面，这个其实对于富豪们来说，这个应该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吗？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不希望他自己的名字被打个比喻，投资股票不希望我的名字出现在这个可能这个股权的架构上的这个大股东还是什么，因为这些就会引起不必要的这个注意啊、媒体报道啊等等，所以有了一个家族办公室，有了这样的一个entity 呢，它就可以用那个 entity 去投资，然后那 entity 到底的组成是谁啊？它相对有自己的一个保密的 privacy。当然，你可以通过某一些方式去搜寻到资料，但是它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难的一个步骤。compare to 假如你用你自己的名字，就好像今天呢，我跟你能杰，我们用我们名字去投资股票，我们的名字就会出现，然后每个人就说，能杰最近不乖的一直在说这一个股票，因为他也有投，对吧？但是很多人就说，假如你有自己的公司的话你就不需要你的名字出现。所以在富豪资产分配财富的资料，他们都是喜欢隐秘，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家族办公室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好，那今天要问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既然我们都已经知道说家族办公室对于我们的经济成长是有帮助的，然后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未来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的话，那我们又听到安华是有意在这一方面去大力的发展，你有什么样子的建议给我们的政府或者是给安华？就是接下来如果我们真的有心要发展，我们要如何不要再错过下一次的机遇？当人家在做移动的时候，那他会考虑马来西亚，我们该做什么？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先要有一个框架。你没有框架，什么都不用谈。框架中你一定要有几个比较优惠的政策，因为马来西亚，你从我们的企业所得税，我们都高过邻国8到9%，对吧？我们24、25，最高上到28，他们那边就16%，因为这个你就输人了。所以我明白，马来西亚的经济体系跟新加坡是完全不一样，我们不可以这样子比，所以你就可以通过家族办公室来有另外一个税务的一个政策，来确保它不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那很多人有这一个误会我也想要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澄清。很多人觉得家族办公室是帮助有钱人变更有钱的一个工具，它只是偏帮于上流社会的人，它帮不到普罗大众。所以在拟定这个政策的时候，我们政府要非常注意，也要学习新加坡的一些过错。之前他们吸引这些外资的时候，他没有说在你的这些投资你一定要多少%在新加坡。然后很多人设立这些家族办公室，他的钱拿得进新加坡很好，过后他拿这些钱去做什么？去买车、买楼，把整个楼市、房产市在新加坡推到很高。然后车的这个市场大家都知道，他们也是炒得非常高，所以那个 COE 政府为了杜绝就起了这个 COE 的价钱。另外一个就是你看今天的股市，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每个人都说马来西亚的股市非常非常棒，然后甚至说在过去1年是全亚洲台湾之后表现到最好的第2。你看一下新加坡，它其实是今年是相对排非常低，表现也非常不好。这证明什么？证明那些家族办公室把钱放进新加坡，他们没有一个政策导向这些资金流进新加坡的股市，或者他们那个投资的氛围。所以我们马来西亚要参考到新加坡的做的比较不好的地方来进步。也简单来说，假如你在马来西亚设立家族办公室，你最起码要大概30%到50%投资在马来西亚的经济里面，不管是房市、股市或者在这个 VC startup 的这个 space。 为什么这样子？这些所谓有钱人的钱就可以流进经济，增加我们国家的 money supply。 然后我们 money supply 不完全需要靠 FDI， 不需要完全靠这个政府一直拨款，通过这些 private sector 还有家族办公室，钱就可以流向经济，然后推动经济，这个是很重要。第二个是在这个税收的这个政策拟定方面，要起到一定的效果，
不要做东西就是一般一般。我怎么说？就是好像说你要给税务政策，但是你又怕这些网民啊，还是这些B40群体不开心，然后就给到不好的政策。因为你一拟定这个政策之后，它不够吸引人的话，我觉得你设立不到多少个家族办公室。而最后的是，我觉得很多人要有这个概念，要知道为什么家族办公室很重要。因为现在每一年我就说我们马来西亚50最有钱的商人我可以打赌50个里面49个在新加坡是有家族办公室或类似家族办公室的一个公司管理他们的资金。也简单来讲什么？马来西亚的首富赚到了钱，在马来西亚赚到了钱之后，把钱移去新加坡。有了家族办公室的概念，你就会至少杜绝减少流向国外的这些资金，然后它留在国家的，只要它有一定的税务政策的优惠，它就会用来 reinvest， 这个就会帮助 domestic direct investment。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家族办公室起到的作用，不只是单单服务有钱人。是，但是要如何去制定政策，这确实是非常需要去依靠智慧的因为你要吸引他们让他们把钱拿过来，然后呢，你又不能够给就是你的那个条条框框或者你的规矩又要立得刚刚好，不能够太严格因为他们总是就是希望可以去自由的运用他的金钱嘛，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但是如果你又规定他一定要某个程度或者某个百分比要放进股市的话，是不是也会让对方觉得有一点却步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到底那个百分比或者是那个组成的成分或者是投资的那些规定到底要怎么定，这其实都是需要花很大的工程去思考的，而且很多这一个过程中是需要大智慧，因为它不只是从经济需要一定的学问，你要连税务，你要连那个金融都要有一定的学问。但是我可以这么说吧，第一天你定一个政策，它不会是完善的，但是你可以不断的修改，不断的进步。假如你刚开始给的条款太过吸引人，太过诱人，你可以缩紧。但是假如你一开始太紧，你怎么办？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做，然后从最重要的百分比，大家认为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程度上去做。打个比喻，你可能不要一开始叫人家 reinvest 在马来西亚50%，可能 reinvest 个30%就开始。税务不要减到完，可能减一个一半。这一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但最重要的是家族办公室的框架一定要出来。只要你一天还在想，你不出来，你不去执行，不排除，因为现在泰国经济不好，不排除泰国会比我们更先落实。到时候以泰国又是一个旅游的一个胜地，又是有这样多吸引外国人想要去居住的一个签证这种政策的话，不排除他们会爬头。哇，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动作要快是不是？对，因为包括我自己都在想说以后要不要去泰国退休但这个取决于就是不止我了，现在很多人都是在思考说，如果马来西亚我们真的是能够开放或者进步到某个程度的话，其实在自己国家退休有什么不好？是对不对？对。但是这个就是牵扯到很多很多的因素我们要如何让我们变得更加有竞争力？不只是比新加坡有竞争力，是要比泰国都有竞争力，比印尼有竞争力。好，谢谢祖翰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你，下次可能要找你回来，我们要来谈谈这个美国大选到底会怎么样子来影响，还有到底美联储什么时候才要降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另外开一集来聊一聊。好的，谢谢林能杰。好，谢谢祖翰今天来到自由时事。不晓得大家对于祖翰今天的分享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你对于马来西亚吸引更多的家族办公室来我们国家，你觉得有信心吗？你觉得政府应该怎么做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来留言来告诉我们。这时候呢，也希望所有在 YouTube 观看的朋友或在 Facebook 观看的朋友呢，都要来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随时看到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